宋三岁去熊猫馆的路上路过竹林，看到几根新嫩的竹子，立马伸手给其剪断带走。一看这点数量，就是专门给瑞宝、辉宝剪的。而此时的园区正处母慈子孝温馨的氛围，辉宝正在和爱宝在小亭子上玩耍，而瑞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。下一秒，瑞宝、辉宝齐刷刷回头看去，是宋三岁进来了。宋三岁现在是越来越疯了。宋三岁将刚才捡的竹子放在了小汽车上。宋三岁这一操作惊呆了人一爱宝就在旁边啊，真不怕爱宝过来给自己来上一巴掌。而且宋三岁放下竹子后还没着急走，跑到瑞宝身边给了瑞宝一块胡萝卜，然后又回到小汽车旁，因为辉宝还没有。而爱宝也真是信任宋三岁，爱宝只是看了一眼宋三岁，然后又放心的抱着护栏继续睡去。宋三岁就这样在爱宝身后走来走去，就想跟辉宝玩，完全不在意爱宝在不在。辉宝在宋三岁小胡萝卜的不断引诱下来到了小汽车上，这也是宋三岁所想的，就是想让辉宝来小车上，然后好跟辉宝玩。宋三岁将竹子放在辉宝旁边，然后开始吸辉宝，揉着辉宝这软乎乎的小脑袋。吸了一会儿辉宝后，宋三岁又给瑞宝这里放了一些竹子。宋三岁从不做偏袒的事情，而爱宝此时就在小亭子上安心的睡着觉，而且还是背对着宋三岁，一点防备心都没有。爱宝对宋三岁的信任已经完全将其当成自己的亲人了，而辉宝就这样一边翘着二郎腿，一边惬意的吃着小胡萝卜，可爱感十足。宋三岁和辉宝真是一个敢滑一个敢接呀，难道宋三岁不知道辉宝刚产完亲团吗？而且还是不成形的那种，辉宝都不好意思让宋三岁要不要先去洗个头。宋三岁这种无厘头行为已不是第一次了，以前还亲过福宝的小脚丫子，那沉迷的样子简直不像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人能干出来的事情。小的时候闻，长大了还要闻。不过姨姨们想知道福宝的脚丫小时候和长大后的气味有什么不同。不过宋三岁做出这种事情来居然毫无违和感，或许瑞宝、辉宝也习惯了，毕竟他们可是一起同床共枕过，而且还在地上一起打过滚。瑞宝、辉宝有没有给自己当成人，姨姨们不知道，反正宋三岁在这过程中已经给自己当成熊了，和瑞宝、辉宝扭打在一起的样子，爱宝都表示没脸看了。爱宝心想，自己明明生了2只，怎么地上多了1只，成了3只了？宋三岁举着辉宝，还跟辉宝说自己的力气比辉宝的力气要大。宋三岁每次玩起来就忘记自己的年龄跟身份，姨姨们看了表示，哪怕宋三岁多长1岁都干不出这种事儿。为了能让瑞宝、辉宝安全来室外玩雪，昨晚永宽又给宝家的2个园区下了一场人造雪。自从将爷爷今年给熊猫馆入伙了造雪机后，2个爷爷就没让熊猫馆的雪停下过。为了让乐宝解锁更多的雪天欢乐，永宽给乐宝的雪堆从中间掏了一个洞出来。为了给乐宝挖的大一些，永宽也是直接手脚并用，甚至还挖坏了一个铲子，不知道永宽会不会赔钱。而乐宝一会儿来到室外后，也没有枉费永宽的一番努力。乐宝秒懂雪洞的玩法，钻进雪洞里就开始忘我的享受，在里面假装自己是北极熊。乐宝觉得雪洞有点小，自己还给雪洞扩大了一些。而这积雪也很实诚，近乎2米厚，因为是树场雪的堆积，里面很结实，乐宝在里面怎么翻来覆去，雪洞都不会坍塌。此时乐宝的快乐，想必大熊猫界没有几只熊能懂。玩累了，乐宝就爬出洞吃点竹子，吃完竹子又继续玩。而瑞宝、辉宝这里也很快乐，同时还有忘我的宋三岁。此时宋三岁就是只熊，就差躺下来跟辉宝一起在雪里打滚。下午瑞宝、辉宝回了家，直接就躺在小树上开睡了。姐妹俩玩的一个比一个累，就这样一睡就是一下午，饭也不吃就是睡，一直睡到了下班。辉宝拿着一根竹子走上了独木桥，下一秒辉宝转身坐下。辉宝喜欢坐下后向后躺去，但结果辉宝忘记了自己这是在独木桥上，一下摔了个倒栽葱。辉宝为了缓解尴尬，赶紧给自己调整了姿势，小脚扶着竹子，小手拿着竹叶，表示自己这是故意的。圣熙姨母看破没说破，若无其事的从辉宝身边走过，不然辉宝更难受。只不过当姨母再次回来时，辉宝就忍不住刚才憋在心中的委屈了，走到姨母身边，想让姨母揉揉抱抱，像是个求安慰的小孩。经过姨母的抚摸和安慰，辉宝很快就好了。而与此同时，乐宝这里园区的雪本已经都融化了，但爷爷和姨母不知道从哪儿又给乐宝搞来2大块雪，看得出对于乐宝饲养员们从来没有过忽视。一会儿下班点到了，今天宝家成员史无前例的都在睡觉，没有一个愿意回家的。姨母给乐宝和爱宝的2个通道门都打开了，但是两边都没有想回家的想法。
园区只有姨母在2个园区不断呼喊的声音，姨母喊半天，对两边都不起作用。这时老宋头来到园区，老宋头打算先从最容易的爱宝下手。老宋头给爱宝又送了些新竹子过来，爱宝看到竹子就仿佛是打开了开关，只要见到竹子，爱宝就会开启吃播模式。而通常爱宝吃完竹子后就会回家，所以爱宝回家的问题这样就算解决了。但瑞宝、辉宝这里其实已经醒了，就是单纯的不想回家。而乐宝这里也一样，也在忙碌着，就是没有回家的想法。一天，许多姨姨在台湾省偶遇江爷爷看元仔。江爷爷现在这自由的模样是永宽羡慕不来的，来中国是永宽的期盼已久的愿望，但在江爷爷这里则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。而且现在我国对韩国已经免签了，再加上江爷爷的中文水平足够支撑他进行日常交流，所以江爷爷可以说是来去自如，随时闪现。或许江爷爷是想来中国看福宝的，但福宝现在不对外展出，这次江爷爷的行程他又不会与福宝相遇了。而今天的宝家这里则有圣熙姨母来负责照顾，因为园区的雪开始融化，圣熙姨母来园区放个竹子都越发的艰难，放个竹子只能走没有雪的地方。如果宋3岁在，想必一定会直接坐在上面滑下去。而圣熙姨母为了方便爱宝吃竹子，这次将竹子和小零食放在了没有雪的空地上。虽然瑞宝、辉宝今天没有去室外，但是室内的生活也让瑞宝、辉宝玩得乐此不疲。一会儿姐妹俩睡着后，圣熙姨母偷偷给爱宝打开了去往室外的通道门，让爱宝去室外玩耍。爱宝走出室外，看到这如此美丽的雪景，一下就忘记了带娃的烦恼。而隔壁的乐宝这里也很安逸，只有永宽此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中国而感到悲伤。辉宝咱可以慢点吃，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。辉宝这是眼看自己的体重马上就要被妹妹追上了，辉宝今天拼命的吃竹子。最近瑞宝对着辉宝的体重是步步紧逼，这让辉宝感觉自己园区辉大王的地位有些不保了。趁着姐姐睡觉的功夫，自己要猛吃几口领先姐姐才行。辉宝这小心思都不藏了，全写脸上了。而且最近辉宝的反骨越加明显，看似最近一直动手的都是瑞宝，但是仔细去看会发现事情的开头都是因为辉宝故意挑事儿。原本瑞宝跟在妈妈后面走得好好的，辉宝这里却在后面咬了瑞宝一下，吓了瑞宝一跳。瑞宝临阵起手，直接对着辉宝就来了一巴掌。而毫不知情的瑞宝正在树上舔手手，而且睡得很香，甚至香得有点太不像话了。而爱宝此时正坐在小木床上吃竹子，不过下一秒爱宝就又不拘小节了，立马抬起屁股对着窗外正看入神的姨姨们铲起了青团。爱宝铲完青团后还挺爱干净的，爱宝离开小木床走去了没有青团的小亭子上。爱宝来到小亭子上后又吃了会儿竹子，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。爱宝这一睡就睡过头了，还是宋爷爷拿小苹果过来给爱宝唤醒了。2块清甜可口的小苹果给爱宝从睡梦中拉了回来。吃完小苹果后的爱宝也意识到自己该下班回家了。爱宝迈着小碎步走下小亭子，乖乖走回了舍内。